着你，我不要这些，我不要，放过我，我求你放过我，去看看别的姑娘。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我是个孩子，没有那么多需要。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有那么多的事也正把你需要。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你会让我的皱纹满脸一条条。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我怕你有一天离开，我受不了。趁着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吧，这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我是个孩子，没有那么多需要。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有那么多的事也正把你需要。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你会让我的皱纹满脸一条条。一个人好，一个人好，一个人好。停！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是我，呀，原来是苏姑娘，您这是要去哪儿啊？我奉太后的旨意，替她出宫置办点东西。车上就我一个人，难道还要检查吗？哎，不用不用，来，请。哎，为什么不查呀？笨死你得了！谁不知道苏芮是太后跟前的大红人，而且她还和皇上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桃色新闻，惹不起呀！万一哪天她真的成了娘娘呢？啊？哦，这么回事啊！笨死了！哇，人好多，外面好好玩啊！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早知道你的嘴巴很严，应该是不会告诉别人是我带你出来玩的吧？既然不会说，就别说了，你回去吧。妹妹，我们走，我们上那儿。哥哥，你看那个，我想要那个，一会儿你给我买一个。行，哥哥待会儿给你买。我喜欢粉色的。嗯。哎，你看那边有鸭子，还有鸡呢。嘎嘎嘎嘎嘎嘎。行行好，给点钱吧。哥，满大街都是要饭的，你还都要救济啊？我们是出来玩的，又不是来做慈善。可是看他的样子好可怜，头发都快岔了。你干什么？再不放手我就叫了。叫啊，叫破喉咙。可能管点数，但是啊，你将会错过人生唯一一次登上巅峰、叱咤武林的机会啊！啊，你什么意思？哎，老朽我天生慧眼，看得出。有慧眼怎么还沦落至此？哎，这怎么能叫沦落呢？这是上天对我的考验呀！
小仙升天，还得遭遇雷劫呢。孙悟空护着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遭受981难呢。就连越王勾践，都会卧薪尝胆呀。你们觉得，我还适合入沦落这个词儿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对不起，我不应该伤你自尊，用钱侮辱你。这种侮辱不妨多来些啊！伤自尊也是一种考验。你刚才说的登上天峰，叱咤武林是什么意思呀？难道没有人告诉过您？告诉我什么？闭门辰呀，老朽为你摸骨看脉，发觉你亘古奇葩呀，经脉异于常人。纵横江湖那么多年，老朽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出色的好苗子呀！马上就要开始的3年1次的武林大会呀，非你不可。别扯了，他根本就不会武功。会不会武功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身资质。老朽啊，只要对你稍加点拨，往这武林赛台上一站，你就是这个。原来我从小活泼好动是有根据的，是因为我异于常人，根古奇葩，也就是说我天生就是江湖中人。就是这样。你是不是经常梦见你纵横江湖、叱咤武林啊？是啊是啊。你的机会来了，老朽呀，马上跟你们启程啊，咱们即刻就走。可是我们还没有收拾东西。不用收拾东西，食宿全包，报名费都不用你掏。别冲动，我们再回去想一想。帮主，我们为什么非要骗那个小姑娘？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咱们的任务就是拐走他们呀。人找到了吗？启禀皇上，找到了。当时他们在宫外玩得正嗨呢。戒备那么森严，是怎么溜出去的？他们有交代吗？他们什么都不肯说。好吧，你退下吧。是。皇上，小人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就算不当讲，小人也还是要讲。长治跟久安啊，经常出入芳华宫，受到蒙妃的蛊惑，天天想往宫外跑。虽然这件事啊，表面没有说是谁带出去的，但是肯定跟蒙妃脱不了干系啊。无凭无据，不许乱说。皇上，你想想，这宫里谁能比蒙妃鬼点子更多、思路更阔的？所以啊，怂恿他们出宫的一定是蒙妃，没错。好了，你先回太后那里歇息吧。这件事情，朕自有分寸。是。来，快，来，娘娘们！哇，怎么还能把人绑起来呢？太残忍了吧！你这大老爷们怎么欺负小孩啊？抱歉，你是不是不想混了？这可是郡主跟郡王，赶快送吧。不能松，一松就跑，跟脱了缰的野马一样，还会撂蹶子踢人。幸亏啊，我昨晚发现的及时，要不然现在估计都到了猫耳山了。别争了，我这绑的可是狗熊扣，连狗熊都挣不开，何况你俩？你才是狗熊呢！大狗熊，再说一遍，放开！哟，放开，说1800遍也没有用。不过娘娘们请放心，我也是奉皇上之命办事。不过娘娘们可得小心啊，这2个小家伙会咬人。我那手下小木，皮糙肉厚，屁股蛋子都快被它咬穿了。小宝贝儿啊，记住了啊，以后啊不许咬别人的屁股蛋，多埋汰呀，是不是？知道了，我们会换地方咬呢。你看，这不挺乖的吗？乖什么呀？皇上说了，这2叛逆儿童啊，就不能用正常方式来管教。这不，他们跟芳华宫走得比较近，那就交给芳华宫来管理好了。我们哪管教得了啊？就是啊，我们又没有管孩子的经验。没关系，这一不听话，许平娘娘可以哄一哄；这再不听话，文妃娘娘给他们讲点道理。
若要是还不听话的话，那就小虎人可以动手制服。熊孩子啊，不打不成器。你怎么不自己揍啊？危险系数这么高的事情，凭什么我来做？我这不是还有正事要做吗？我得抓刺客。哪有什么刺客？宫里已经太平很久了。这个抓刺客不是常态，防范才是日常。这个抓刺客就好比抗洪一样，分分钟都不能马虎。我是现在没时间，我要是有时间的话，这样的好事能便宜得了你们？那万一都不管用呢？要是都不管用的话，就只有劳烦严飞那上瘾的行刑器具。新发明的新器具不还找不到实验者？喏，就他们俩了。对付2个孩子，用得着那么残忍吗？这根本就不是2个小孩，就是2个魔头啊！怎么说？行了，我奉皇上之命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方，我就先告辞了。这就是我，一个颜色不一样的燕，一个有点细心、兴趣爱好广泛又善于动脑的英俊酷哥，给你们的建议。谢谢娘娘们，祝娘娘们好人一生平安，我抱屈，感恩在心间。嘿嘿，走。来，解开哟。好吃的，哎呀，真是狗熊扣就是病。瞧把这2个小可怜饿的哟。其实你们俩要是想出宫啊，可以跟皇上通报一下的，多带些人马也不是不能出的哦。不行，一个都不能带，不然就坏了规矩。什么规矩啊？谁定的规矩啊？哎，我问你们，你们俩也不带个包袱，也不带点银票什么的，万一要采购呢？你就别跟着捣乱了。不用，路费有人管，还食宿全包。谁管？谁包食宿啊？哎，你们2个慢慢吃啊，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啦。哎，他们总想着往宫外跑，会不会是撞邪了呀？不会，逻辑清晰，语句通顺，而且听口气。他们不单纯是出去玩，还有别的目的。这俩孩子嘴紧的跟蚌壳一样，他们要是不想说，3棍棒都打不出一个屁来。当然不能来硬的了，我们得来柔的，让他们放松警惕，主动交代。小郡王、小郡主，你们俩慢慢吃啊。是吗？要不要跟他们说实话？不讲是日是有，还不分明。要是他们把我的秘密说出去，那全王宫就更加严防死守，我们就再也出不了武林大会了。可是你又不会武功，你忘了3天前那个人是怎么说的？说我根骨奇葩，一点就通，不用靠打，光靠这身资质，往比赛台上一让就是这个。武林盟主非我不可，没我不行。我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可是九安，没什么可是的。可是夫子留给我们的功课还没写呢，我们这一出去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等回来交不上作文，指不定要被打手板吗？你傻呀，多傻，不就是个作文吗？我们出去这一趟有多少精彩等着我们？还怕没有素材让你写？等你回来以后肯定是下笔如有神。作文走个 A 加就算低分哦。说的也对。等等，什么叫我回来？你不回来了？你说我一个武林盟主，还需要回去写作文被打手板吗？这些我根本就不关心。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no， 江湖武林。哎，嫣儿
呢？我清楚是我。你们要不要来一个？可以大家一起烤。哎呀，我可以要一个吗？办正事儿。哎呦，小舅这小嘴吃的全是油，你们以后要是出宫啦，想吃宫里的山珍海味可就吃不到了。山珍海味早都吃腻了，就想着出去吃野味呢。哎呀，小朋友们，我特别理解你们的想法。曾几何时，我也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哎，重点是下一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为了让你们也感受一下这个无奈，我们决定要让你们亲自感受一下。哎，拖鞋来，来，来吧，来。好的，到了。怎么样？怕了吧？好了吧？快说。真的很感动，我们这么顽皮，你们不仅不像别人一样嫌弃我们、责怪我们，还想让我们吃好喝好，还想给我们洗脚。洗脚？来呀，接着来呀，来呀，来呀，来呀！脑子来吧！进来。哟，真是稀客啊！你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脱衣服啊？朕有穿衣服啊。朕说今夜子时来长寂殿集合，要教你采花之术，随道随学，随学即会，可真准时。谁想要子时来啊？还不是你把长治久安丢到芳华宫，我们一群人一起伺候他，一直伺候到现在。你是不是故意的吧？这样说就不对了。就算我们分手了，朕也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男人，好不好？说的倒好听，谁知道真的假的？哎，是不是有点热？你觉得呢？你不会热吗？平路都会摔跤，说你蠢最贴切不过。你那么蠢，朕怎么好意思再整你？我来只是想说，长治久安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是管不了还是不想管？大家都在说你总有长治跟久安出去玩，朕让你管是想证明你清白，好打那些造谣人的脸，懂吗？好，我知道了。哎，你知道什么呀？就这样走了。那要真像你们说的，这老叫花子可是真的坏了心肠啊！就是啊，绝对的坏蛋。不管怎么样，武林大会不能去。为什么去不得？你是不是怕我亘古奇葩当上武林盟主忘了你们呀？我看你就是朵奇葩。你说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啊，武林大会特别没意思，整个流程我们都熟悉，是不是？是。你们不要再啰嗦了，我们还要翻过马尔山，越过袍子沟，穿过水帘洞，趟过信阳河，再耽误下去，我们就赶不上武林大会啦。这蜀道难啊，难于上青天。猫耳山与蜀道相比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只能靠双脚走的。当然，你们俩也可以靠四肢爬。这袍子沟更是难越，一片密林，荆棘遍地，还没有信号。所谓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里有无数的亡魂，就等着迷路的人留下来跟他们做朋友。你别吓我啊！此波吕怪力乱神。那就给你们讲一个不怪力乱神的。
如果你们有幸走过猫耳山跟狍子沟的话，你们就来到了水帘洞。水帘洞里猴子多，你们知不知道？最近这2年，人们总爱吃野肉，尤其是那野生的猴脑。所以啊，这猴子对人类意见可大了。但凡人们要是去了，哼，那可不得了。你们这2个小脑袋瓜啊，还不够人家猴大王一口嘬的呢。还有西凉河，最后一站，趟过它，你们就能到达武林大会的举办场地了。好多人就是在这儿放松了警惕，什么蛙泳啊、裸泳啊、自由泳啊。其实啊，这河水另有玄机。还有玄机？玄机就是这河水有毒。哎，有毒不怕，我们坐船又不喝它。你以为不喝就行了呀？正午的太阳一晒，河水一蒸发，整个河面就升起了毒气，来一个倒一个，来2个倒一双，栽在这里的人不计其数。不过呢，也有一个好处，还有好处呢。从古至今都流传的选择题，比如说长治和久安同时掉进了河里，你救谁？这下就有答案了，都不用救，因为他们都掉进去了以后，就全都死掉了，从根源上解决了选择的困难。开动你们的小脑袋瓜，好好想想吧。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有道理那就演示给我们看吧。小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说谁小朋友呢？主要是给小朋友们问好，其他人可以免费看表演。哪来那么多话？不许抗议，抗议出去！哈，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啦！很好，欢迎收看3年1期的武林大会选盟主节目。本栏目由芳华宫独家冠名播出，特别鸣谢御膳房首席大厨蔡太贤贡献的黄瓜一根儿。以及太医院神医妙手刘景言提供的跌打损伤膏一副，还有下笔如有神的史光和气疗为本次大会提供的看不懂的鬼画符一份。什么鬼画符？什么鬼画符？这不写着吗？侠者精神。哪儿那么多废话？干扰大会进度，我是可以赶紧出去的，知不知道？下面我正式宣布武林大会计策。哎，主持人，你怎么不那个鸣谢我？这台子都是我出力帮你搭的，这到头来连句谢谢都没有。为了照顾到 VIP 观众的情绪，对你的鸣谢就先省略了。对，行，那么事儿呢，真是让人委屈。感恩在心间，牢记心里了。下面我宣布，大会即将开始。首先，我们有请第1轮上场的选手，白眉大侠萧贵人，还有他的对手白脸仙子王春平儿。怎么是白脸仙子，不是赤脸仙子吗？盗版的吗？乖乖看，不许再提问了。不喝。不吃。殡仪这儿啊，休闲中心去没去过？求背。别碰我！怎么这么年轻眉毛就白了？好像一副面瘫相。
练武之人雄性激素消耗过多，导致这个黑莓变白、过早的衰竭。还有啊，这个练武之人长得都非常的奇葩。我们只在乎武功，不在乎长相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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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局了，被罚收场了。好，恭喜！啊，肃静肃静。螳螂拳呢以静制动，防守为主，而猴拳呢恰恰是进攻为主，而且善于跳跃，所以螳螂拳处处受制，必输无疑啊。他们光报招式不出手啊？哎，所有的拳法都是一拳克一拳，武林大会上比武呢是不用动手的，光动嘴就行了。两人同时上台，1、2、3，异口同声互报拳法，然后就分出胜赢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就跟那个石头剪刀布啊是一个道理，瞬间定输赢，这就是武林。我见识少，你可别骗我。好，下面我们有请拼命三郎对战婀娜三娘。这不是刚才的乌梅大侠吗？别以为戴着面罩我们就看不出来。哎呀，经费少，请不了那么多演员嘛，凑合看就行了啊。这一次他演拼命三郎。再灵活的蛇拳也敌不过鹰爪的迅猛。下面我宣布，获胜者是拼命三郎。恭喜，这边请。我抗议！抗议有效。先插播一段广告。燕飞，这个交给你吧。来，跟我走。哎，老蔡，胸口碎大石，快！怎么的？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我不相信武林大会就是这样。书上写的侠客侠女武功高强，见面还是得打一打的，不能光报个招式就能分出输赢。武林大会怎么可能这么和谐？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年纪小，不利看到暴力场面，所以特意掐了微波呀？还确实掐了一段微波。武林大会确实不止这些，还有呢。我们要看。行，豁出去了，给你们看，走。据 VIP 观众的反映，节目组应该呈现出武林大会的真实盛况，不能藏着掖着。下面我宣布，再赛一场。下面我们有请孤独小侠客福喜以及寂寞侠女李嫣儿上场。
在下寂寞侠女。这回倒是真打了，怎么打着打着，两人贴一块儿去了？哦，小孩子不能看，小孩子不能看。就像台上表现出来的这样啊。武林大会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相亲联谊会，江湖儿女一天天的呀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想比试的比试，想找对象的也可以找一下嘛。我见识少，你可别骗我。呀，我骗你干嘛呀？找完对象就回家了。好，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下去吧。大家说精不精彩？好，下面我来随机采访一下现场的观众对于我们本次大赛的看法。蔡彩贤先生，你好，蔡先生。这个我来讲两句啊。今天这个武林大会呢，那真是太真实了啊。虽然呢我没有参赛过啊，但是曾经在我入宫之前呢，他们主办方邀请我去给他们做菜，当时的情况跟今天那是一模一样啊，是这意思啊。特别好，请坐。哎呀，柳太医，您好像有话说，来，请上台。啊，有话说，有话说。那个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比赛啊，但是啊，早年的武林大会呢邀请我去给做过医疗保障，我说当时特别的无聊啊，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连一个去落枕的都没有啊。好了，采访到此结束。VIP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太无聊了，我去了。哎呀，这就对了，乖孩子。下面我宣布，武林大会圆满结束，解散。我都不去了啊。哎，老爸，你赶紧走吧，踩一下，哎，没事。哎，小八，为什么？来，慢点，上来。哎呦，这么掉台子！是你们舅舅让我抓你们的啊，这个不关我的事啊。哎，你别扶我！来，注意门口。哎呦，许平娘娘。啊，慢点。怎么回事？怎么又绑起来了？不是说不去武林大会了吗？哎，谁知道这会儿啊，在宫外抓着，正准备跟个老乞丐跑呢。看来啊，这往宫外跑的毛病还是没有除根。行，这里交给我吧，你先走吧。哎，娘娘辛苦了啊。我正准备去询问那个老乞丐，看他是否对王氏有什么不利。听话啊，走。快帮我起来！叫我仙女姐姐。仙女姐姐来了，仙女姐姐帮我起来。好了，仙女姐姐有法力，猛力。说吧，怎么回事啊？我们对你俩可是好到不行了，你们就实话实说吧，别磨磨唧唧的耽误时间哦。九安说那个老乞丐用虚假信息诱惑我们，非要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所以我们就又出宫了。那怎么还跟人家跑了呀？你就不怕人家把你拐卖了？那老乞丐说长治头脑聪明，宫外马上要开始最强大脑比赛冠军非他莫属。长治特别向往那个比赛，所以想去比一下。你说现在这骗子还真是机智啊，知道这两个孩子一个喜文一个善武的，还挺会因人而异下菜碟的。
这个比赛我知道啊，但是我不觉得你们足够聪明，这翻山越岭的跑去丢人，多不值当。别瞧不起人，我功课最好，只要我去参赛，明日之星就是我。哎呀，行吧，既然你们不相信，那我来给你们出题，答得上来的话，我亲自护送你们走。耶！好，请听题。有一位长发大侠在下雨天没有带任何雨具出门，他的浑身都湿透了，但是头发没有湿，为什么？因为他的饭不防水，因为他武功了得。错，因为他姓长名发，他光头没有头发。下一题。好，请听题。白色的马叫白马，黑色的马叫黑马，黑白相间的马叫斑马。那么问题来了，黑色、白色、红色相间的马是什么马？这个题犯规，夫子没有教过我们太多马的品种。错，是害羞的斑马。请听题：有一块黑色的天然大理石，在9月7号这一天将其沉入西洋河，请问会发生什么现象呢？大理石变白，出现水怪。错，是会沉下去。下一题。请听题：小明家第一天买了4只鸡，第二天又买了4只。那么请问，小明家里第3天有几只鸡？等等，我们商量一下。几只鸡啊？几只鸡啊？12只吧，按规律第3天还得买4只，按规律就输了。要不8只？他肯定想考验我们有没有认真听。第2天只说买了4只，没有说买的是鸡，那答案就是4。他们贼得很，肯定不是这样算，说不定鸡都被吃了，要不死了。你这样说的话，我知道了，答案是。好，请回答。答案是2只或者0只。假设第1天吃了1只或者2只，第2天都不会买，因为足够吃。第2天只有吃3只，剩1只，不够吃才会去买。这么算，1天3只，2天6只，还剩2只。如果1天吃4只，剩0只也成立，所以答案是0或者2。好。确不确认？确定。哎呦我的天哪，这小脑袋瓜每天想这么多累不累？错，答案是8只。4加4这么简单，你们都不会算，还敢说自己智商超群了？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那说明你们是不是很蠢呢？那是因为我们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行了，认输吧，100%的错题率。这小脑袋瓜明显得回炉重造啊！这回我不多想了，再来。好吧，最后一道压轴题，如果你们再猜不出来，那可就没有办法了。请听题。有一个富翁，他对2个儿子说：“你们俩上山砍柴，看谁砍得又快又多。”第2天一大早，大儿子就出发砍柴去了，而2儿子呢，还在家里磨刀，把刀磨得越锋利才出门。那请问，富翁把家产给了谁？磨刀不误砍柴工，儿子砍的柴最多，所以家产给了儿子。这回肯定对。错，不可能错。富翁看了，对2个儿子说：“哎，家产还是给大儿子吧，反正老二这么能干。”长治 out。服不服？还去不去参加比赛了？不去了，我还不够聪明。哎呀，孺子可教也，回去好好学习吧。什么时候把我们的题答上来了，什么时候再去参加比赛。丢人不能丢到外面去，明白不？明白了。皇上，小阮真的没有恶意的。朕都查清楚了，你陷害不蒙也就罢了，连小孩子安危都弃之不顾。若他们真的被拐走了，你良心何安？皇上，小阮知道错了，我现在就给门妃娘娘赔不是。
求皇上不要把我赶走。太后，太后都知晓你的所作所为，你得不到太后的庇护。出宫吧。皇上，苏姑娘，皇上说你该收工了啊，婉儿啊。你不会是在伤感吧？懂了。如花似玉的美人被赶出宫，是男人都会不舍吧？不舍，朕老早就说过，对她没有半点意思。什么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吧。你讨厌的女人都出宫了，难道你对朕没有一点表示？哦，对了，小厨房还炖汤呢，我再不去就干锅了。连个借口都不会找，你像是会炖汤的人吗？还干锅了？哼！少过节，谈笑间，点水般